得正好去年4月份，当时住在上海的居民都经历了封控生活。本来他4月1号开始，我们足不出户3-4天就结束，结果大筛查到了好几个阳性。我们小区的居民都经历了整2个月的封控。我们人类把最辛苦的回忆最容易忘掉，随着时间我也淡忘了当时我怎么生活。上海政府一发布说要封上海一段时间了之后，居民都赶紧去抢菜，因为我平时去买菜的超市都卖光了，所以我还得去一趟去农业市场逛一逛。而且哪里都是人山人海，人越多，会感染的概率越高，当时买菜也是要拖命的。封控生活开始了之后，才发现我家有食材，但是没有调味料。另外我再发现，当在足不出户生活的时候，最需要的应该是嗜好品。政府发物资给到我们食材，但不会发调味料和嗜好品。封控生活是很枯燥的，去买菜不如买啤酒和零食都好。我家有小孩子，真的需要零食，我差不多每天都做布丁、雪糕等等的甜品，他们竟需要少量的食材，真的救我们的命。我记得封控生活开始10天左右就能以团购买菜，我能买到蔬菜、大米、鸡蛋还有零食了。当初我们天天担心会不会缺乏食材，后来居委会发通知说今天有物资到的时候，我们都很焦急，赶紧把冰箱空出来吧，要不然没有地方可以放。在不足出户的几个礼拜，志愿者帮我们把物资和快递送到我们家门口。我在那些期间经常有需要买银盘叫外送，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送到我们家，群里问问邻居，他们也说不知道。我觉得估计被送错到别的楼栋去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出去，而且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栋的情况下，没办法叫志愿者来帮忙。尽管我没有在群里提任何要求，但是我家隔壁的志愿者关心我，他主动去几个楼栋替我找。我小区有26个栋，他人好坏了。因为有商家用水性笔写我家地址的原因，快递、淋浴、房间号码剩不见了。我觉得因为他们是中国人，才有这些善意和团结力。虽然日本的疫情比中国还厉害，反而我觉得日本的话，任何一个城市都封不了。首先，日本没有类似于街道的管制，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上，我们和邻居的关系也很疏远。发物资、做核酸，我觉得日本人做不到像中国人那样周到。为了避免网友的误会，我再提醒一下，我没有打算在这里谈谈封控生活如何，反正那些日子让我在发现中国人的善心。当时很多日本媒体报道上海的封控状况，其实我也接了几次线上采访，有一次经历了直播，本来的采访安排是3分钟左右，结果我跟主持人谈了谈，花了20分钟。我才发现他们对中国的疫情很感兴趣的同时，我心里很慌，因为我不是什么专业家，有些疑问是很难回答的。他们问我中国居民怎么看现在的生活，我并不能代表中国人，当然我们居民当时的生活很不自由，但是我仍然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而已。在中国的社交上，他们帮我的比我做的还蛮多。
我看到在第一线努力的人，包括刚刚我提到的志愿者，如果我说不满意了，就感觉连他们的努力都无散了。所以呢，我当时的回答就这样子。代表住在中国的日本人来回答的话，很多日本人包括我才发现海外生活上遇到了为难，外国人多么不自由，应该很多外国人在考虑回国。没想到我的很多朋友看到那个节目反响也很大，也觉得作为一个博主一定要有责任感。我拍了几条视频，把当时的生活记录了下来了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再看一下。我现在再看了一遍，发现当时的生活确实是很不自由的，但是我们都很努力把生活变得好，努力过得开心。平凡的生活是最可贵的。那些日子让我再发现这个点。虽然现在还不算是完全没有疫情的，但是希望早日恢复以往的生活。我在日本等大家的来访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